手术成功后，你会重获新生，当然，整个过程里头你也会承受相当的代价。而我作为医生能做到的，就是让这个代价最小。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，对你，对我，都是。手术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无法预估的情况，所以这场仗需要咱们俩一起努力，共同冒险。我会全力以赴，但至关重要的是你的信念。当然，我会宣告每一位患者，不管别人怎么讲，你自己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。向着没人的地方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术后我怎么跟你说的？1周之内不能剧烈运动，抽脂才3天就敢去跑步。修复说晚来5分钟，你小命就没了。丁检看，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再观察2天。好，美女，你都瘦成这样了，还有啥脂可抽啊？听姐一句劝，别把身体搞坏了。我最讨厌听这种正确的废话，随时随地掉一大把头发，半年不来1次月经，要不是为了保住饭碗，谁愿意啊？别人只看你上镜够不够瘦，能不能塞进最小码的衣服。我要出院，我现在应该在飞机上。这个秀他第1次来到国内。行。小心！你什么时候呢自己走出这个病房，我就什么时候放你出院。这里是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大夫了，能给咱治疗。你看着他，错了，你有什么不满？哎呀，你别闹着出院了，行不行？你好，你好，怎么了呀？这是？哎，对不起啊，那小孩子闹别扭，我一会儿马上收拾。砸吧，砸死我吧！就你一个人烦恼，我也累啊！也只有关心你的病情，外面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在扛。这些治病的钱全是我借的，现在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，所有人躲着我，你能丑我帮我，那我呢？我就是谁啊？你小点声啊，这医院。钱的事哥会想办法，不用担心啊。去床上躺着啊，乖，慢点。
朝阳呢？哎，早上看他签到了呀。签到的意义是什么？是表明我来上班了，不是我来过。都要这样，这规章制度还有什么用啊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季主任，在家里啊，您是管不了乔大夫了，可这是单位啊。有事说事儿，扯什么呢？查房。要说责任心啊，还是要看人家乔阳，查房顾不上了，整天盯着那几个重点病人。不盯着哪行啊？广东你这手术这么火，都上新闻了，人家不得紧紧抓在手里？哎，你说的也是啊。拟定明天早上进行疤痕修复术，这是他的病历和手术方案。哎，李主任，乔阳在方亭病房呢。主任，你先帮我过去看看。看哪儿呢？那儿有病人。这个血管的结构都差不多，但它瘤子上有些我们看不清楚的，所以佳阳，小心就可能是会出来一下。所以你要多准备点弹簧血。然后你有事儿，在短时间内我们就会来做这个手术。状况良好啊，宝贝。啊，谢谢医生。有屁快放，意外上手术呢。您就不能稍微给我点面子吗？好歹我也是你领导啊。季主任，有屁快放吧。你这么上心，不就看着那个方婷手术难度高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老太太不可能松口，让你停门诊就让你消停点儿，主刀的事儿趁早别惦记了。不好意思，手术方案已经做完了，全切。全切？我有信心。你哪来的信心啊？你疯了？这个真不行啊！万一弄不好，毁了他又毁了你。那我就争取弄好。你老是这么油盐不进的，你听我一回行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劝你姑娘将就一下呢？将就什么呀？这要是刚出生，家里人接受不了，想做的好一点，我能理解。她都20多岁了，这20多年不管外人怎么看，她自己怎么都习惯了，不是吗？这吃喝拉撒又不影响，美不美的有命重要吗？干嘛？我又没说错什么啊。我选择做全切不仅仅是为了美，是想让她活得像个正常人。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懂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美就是和命一样重要。你身为一个整形大夫，居然这么轻视美的重要性，也难怪这些年在技术上毫无进步。这怎么又训上我了？这不是说手术呢吗？你好好学习，看不懂来问我。前2页套话直接跳过，从第3页开始看起。昨天爸给我打电话了。咱俩都离婚多少年了，季雪峰，你老管我爸叫爸这事儿，你老婆知道吗？你问我什么事儿行吗？小杨，什么情况？急诊送过来的，男，19岁，打针的时候出了意外，球啊直接击中了半边脸。哦，谁是急诊的？你们做什么处理了？我们做了基础清创，面部粉碎性骨折，颧骨整个被砸没了。以后你们急诊有这种手术都给我送过来。那几个实习生呢？都给我叫进来。哎。视野再大一点。冷静，大家冷静。周主任早。早。周主任，主任好。
你没事吧？就这样吧。杜月呢？他没事，他走的后门。这个老狐狸。周主任，周主任早。周主任，周主任，周主任早。早。李总早。早。早。您这一天天忙的，我这一路追着喊您，想跟您汇报个工作，您都没听见。没听到。哎呦，你这头发上，你们怎么回事呀？不跟主任说一声？我们都是从后门进来的。怎么做手术？你听你的。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呀？最好还是听我的。还有，你千万别太累，整个科目都靠你一人撑着呢。我现在啊，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身体。我没事，我挺好的。周主任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哟，都下呀。皮肤科这个月业绩你看见了吗？又破纪录了。好多人说风凉话，说他们皮肤科是你们整外3倍什么什么的，我坚决不同意啊！不同科室没有可比性，我的心在你们整外哈。李总，你也知道现在获客成本这么高，你想让我冲一冲业绩，再多给我一点预算呗。什么批不批的呀？你是格木老板娘，要是整外大主任，咱这不是商量吗？唐总老说轻医美是大势所趋，说你们整外利润又低，现有预算还要再降，起码要降40%。什么？40%？说的是人话吗？他说一次我跟他急一次。主任，等等，那我长话短说，很快咱们会开一个会，会上唐总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会宣布，关于科室合并。哎，科室合并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了吗？唐总坚持，等我通知他。主任，杜院一直在等您。啊？怎么啦？杜院，你愁眉苦脸的，医闹的事儿吧？这种事我们不是见多了吗？那个小胡子就是医闹专业户，在哪个医院门口都见到他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给医院添麻烦了，这个责任我来承担。这样你们也好有个交代。秦总不在，跟你说也一样。哎，别，杜院，您是格木的院长，格木这艘大船怎么可以没有你这个船长呢？再说你要真走了，不就承认格木给人家做毁容了吗？这个我可不同意啊！哎，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我也劝他们了，就是不听，说是跟我这么多年了，格木这不还有你这把名刀坐镇吗？应付个轻医美绰绰有余啊。待遇的问题吧，前阵子整外确实是有些困难，但是我已经跟秦总申请了一笔补贴，正在过财务，下午就发给大家。这5年啊，你呀，秦总对我真是没话说。现在司机牌照也拿了，医院也走上正轨了，我也算是功成身退。我毕竟是个医生，我是搞专业的呀。那个恐龙女孩你也知道吧？人家本来先找的我是想做，可咱医院有这个实力吗？现在早就3月了，当初我就是从3院出来的。你们来找我的时候，说好了一起把格木这块牌子干起来，可现在呢，真正有难度的手术一个都做不了，天天拉双眼皮，还被人追着骂整形变毁容，我在这儿图什么呀？杜院辞了，梁医生他们仨呢也跟着一块儿走了。这以前咱们整形外是杜院长、周主任双星闪耀，而现在呢就剩下周主任这一把名刀了。他技术再高，那也是孤木难支啊。一直在传整外要和皮肤科合并，转型成轻医美，这一闹，这不得成真的？周主任不是医院的创始人吗？就算是整外跟皮肤科合并了，
对大元有影响啊？你刚来还不清楚这里头的关系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咱们整形外科就好比是拿铁，那皮肤科呢就是美式。这拿铁是咱院的招牌，靠这个起家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美式的销量是拿铁的好几倍。所以李总的意思就是咱以后啊不卖拿铁了，客人要想喝可以点美式加奶啊，味道差不多，成本还低。那能一样吗？你说到点儿上了，所以这一合并啊，拿铁就彻底退出舞台喽。我不要做拿铁，咱俩换啊。哎，这我喝了。碎成这样，那碎骨清理完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呀？将碎骨块复位，拼接碎骨，用钛网固定。你们就想象这是拼图，把这块粉碎的颧骨拼接回去，都得给人拼好。这小伙形象多好，是吧？开总，考验美术功底的时候到了。整形不单是个技术活，还得讲究它艺术。哎呀，这钩挂的手都抬不起来了，整整5个小时啊！这乔大夫怎么不累呀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1天5台手术，哎呀，他可能还有点累。10台手术，那是越做越精神。要是20台手术，那觉都不用睡，别人脸碎了，他就跟打鸡血似的。用他的名言讲，做手术都累，还干什么外科呀？以后你们急诊有这种手术都给我呀。学挺像你，咋不当演员呢？那去，裴正吃饭。要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是老3样，都谁点的外卖啊？我，能不能有点创意？长脑子用来思考了，长眼睛是用来发现美的。点外卖就这么没想法，你技术上能有创新吗？刚下手术，密点食啊，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啊？我的饼干。方婷，女，23岁，骨纤维异常增殖症，12岁开始发病，到现在已经长出了跟卢老一样大的巨型的肿。3院整外开科几10年，这么大的还是第一次遇见。其实这个病例在业界早就传遍了，全国上下30多家专科医院没有一家敢收。直到上个礼拜，终于找了咱们这儿。肿物的血供啊非常丰富，累积了整个的面部，术中一旦发生出血，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没人有100%的把握。这个手术的难度确实有，但是以咱们医院的实力来看，问题不大。既然病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医院，我们就不应该把他往外推。病人的家属我已经见过面了，我说早该来3院。小季，把咱的手术方案给大家说一下。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啊，在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的前提下，先把视野和通气的问题全部解决，要是病人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。肿瘤占据2/3的面部和1/3的颅脑，我们的手术只切除鼻以上的部分，鼻以下全部保留。切除部分占整体疾病部分的20%，比例不大，但是你说20啊？就在这儿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这台手术了，这将是我们3院又一次的经典战役。不好意思，手术方案还有不足的地方。看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没有？
我们省外没意见。我们也没意见。没意见。我们也没什么意见，全力配合。好啊，相信这台手术会让国内乃至国际上都看到咱们3院的水平。希望各科室紧密配合，大家全力以赴。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行，散会。主任，我有意见。会议讨论都已经结束了，你又没听，提什么意见？我是想问问，这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，还是不是咱们医生的天职啊？谢谢。你不要给大家扣帽子，有话就说，大家还有事儿呢。我的意思是吧，这个切20%啊，对于别的医院来说确实很难，但对咱们3院来说，那是10拿9稳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你还说什么呀？20%的局部切除根本就不是病人真正的需求，要切就得全切。我已经看了不少资料了，方案也已经做好了，只要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细化，我保证能拿出让院领导和患者都满意的方案。先吃饭。还没吃饭呢。哎，厉主任。哎，给你们说个好消息，手术方案定了。定了。乔医生啊，特别关照你，我说得让他亲自过来跟你说手术方案。手术难度确实比较大啊，不过我们会在安全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的摘出肿瘤。尽可能是多少？鼻翼上方20%全切，主刀的是我们科技术最牛的季主任。咱们这个手术先把视野和通气的问题解决掉，其他的问题咱们再说。具体的问题呢，你问一下乔主任。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会。这个法式不错呀，真挺漂亮的啊。主任，我送一下你。不用了，慢走啊。上手术前不能抹指甲油，没收了。别碰我东西！我不做你那个狗屁手术，做了也是白做。干什么呀？主任不是说了吗？这是第一步，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的，是吧？还有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继续做怪物的机会？这一大坨还在。我不做是个怪物，我做了还是个怪物啊！所以20%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的？绝不接受，绝不！你保证我能全切的？你就是个骗子！怪我活该被骗，怪我就该去死啊！配速不行啊你！今晚高低拉到你。好疼！我看看。手还能动吗？哪疼？这儿疼。疼。是开了下的腓骨骨折了。我已经确认过了。那晚上哪找夹板啊？我觉得你去我车上把我急救包拿一下。手能动吗？可以。手动，打电话叫120。好。后脑勺没着地了。喂，120吗？对，我这边有队友受伤了，在那个大城北路这边。忍一忍，我帮你简单固定一下。你也是医生啊？外科的？你呢？这么明显了，看不出来吗？所以你说这种情况，全切和切20%有的选。是，全切是风险大，但切20%风险小不代表没风险。而对医院来说，做这么一场高难度手术是一次好的宣传，医生也可以写论文评职称了。那对病人来说呢？我以前顶了个巨瘤，做完手术变成了一大瘤，我照样不能出门，照样没法正常生活呀。那你说这手术意义在哪？病人
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么一场手术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先等会儿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参加这个骑行队的意义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看看，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累一天了，有人聊工作吗？我不累啊。放松点啊，咱把工作留手术室不成吗？我看你是同行，随便跟你聊两句。这世界已经够险了，幸亏你不是我同事。哼，我要是机会跟你同事，第一个卷死你。你们能听我说两句吗？我是格木的合伙人周静文，我也是整外的主任。关于杜俊辞职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传成这样。但是事实呢，是在昨天上午，他被我们董事会给开除了。哦，关于院长为什么开除他？杜俊不管是从医术到医德上，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医生。在这里，如果有杜俊的客人，全部由我来接手。你谁呀？哎，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先听我们主任说，好吧？没关系，你们要是不了解我呢，可以在大堂的医生墙上看我的履历。或上网搜我的名字，就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手术案例了。对，大家可以查一下。你那手术都排满了，哪有时间呀？我下周一的手术能不能做？明白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接下来呢，会交给我助手来替你们排期。哎，还有一个好消息啊，接替杜俊的医生马上就要来了，他是我们行业最好的医生，你们放心。你在哪儿呢？这儿有点情况，最好马上来一趟。周静文，你就不配当医生。乔阳，我们走着瞧。听说手术风险很高，你害怕吗？怎么算都算是我赚，要是失败了，正好重新投胎，说不定下辈子是个小美女呢。亲爱的，那个恐龙女孩的手术是谁做的？哎，李总，怎么了？这秦总才离开几天啊，就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老杜怎么连我电话都不接啊？什么情况？哎呀呀，行了，这你什么情况啊？低压120，高压160，还着急上？老杜不接电话，说明人家去别的船上掌舵去了，犯不着跟你这费口舌。今天要吃了吗？现在吃。杭总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一早客人特别多，忙到连水都没喝，饭也没吃。你们吃了吗？要不要一起点？不用，我血压高，我吃药。我也不用，我胃疼。昨天我2点钟走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撤嘛。是啊，李总，你也太拼命了。你以后这种局就交给秦归。哎呦，那我能不喝吗？咱们这行竞争那么激烈，就你要那些设备。每年更新换代，凭什么每回格木都能用上第一批？那不都是我一瓶一瓶喝出来的？格木想要办好，老唐出钱，静文呢有医术懂管理，我也没别的本事，只能付出我的肝，献出我的胃。淮山牛百叶汤，护肝养胃，点这个啊。还有心思吃的这么细致吗？你说说你们整外。利润上不去，可破事儿一件没少啊！年初我大几百万刚给你们进的新机器，就这整容变毁容这事儿，还没过去呢吧？院长跑了，带走3个主治，还是最赚钱的3个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现在咱们格木的信誉眼看就要毁在你们整外手里了，你说说这个事该怎么解决？整外跟皮肤科合并，转型成轻医美，不就一切解决了？王总，这不是您的主意吗？肯定是啊，
而且李总不也一直都说这是行业的大势所趋吗？周主任，你们啊，平时不能总是闷头待在手术室里，有空多出去外面看看，看看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，对吧？唐总，您是从那个汉中街来的吧？啊，您刚刚有算过这条街总共有几家轻医美医院啊？4家，一条街有4家。你说我们荣川有多少条街？这个轻医美比美甲店还来得多呢。我花钱买设备，拼了命去拿到了4级手术牌照，还不是为了跟他们有区别？他们不能做的，我们格木能做，这就是格木的核心竞争力。李总，对吧？必须是呀，老唐就太着急，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？这都说了，合并这是战略方向，得从长计议。眼前现在有更着急要解决的事情。周主任，唐总，你看，这个是3月最新的病例，全国关注的恐龙女孩，主刀是他们院最年轻的主任季雪峰。这人你知道吗？你想找他来接替杜俊啊？靠谱吗？技术好，又接了方婷这个大手术，现在是3院重点的培养对象，将来是要当院长。你说这个3院的院长到我们格木来当院长，信任危机不就一下解决了？啊，不是，等，别的我没听懂啊，但是有一点我听明白了，这个人他是3院的预备院长，对吧？那人家为什么要来格木当院长呢？你扯点现实的。呀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过分了。人家周主任为格木多不容易啊。咱们定一个时间吧，1个月之内，周主任要是真能把季主任挖来格木，那也算是给唐总一个交代，啊。行，李总说了算。要是挖不过来呢，这个皮肤跟整外合并，我的位置，唐总随便定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哎，老婆大人召唤，我还不赶紧订最近的航班，马不停蹄飞奔回来。是。这么晚还在工作？哎呀，没洗手，去洗手。杜俊那手术的事情不是都解决的七七八八了吗？怎么又闹大了呀？估计这个老杜早就想离职了，这波杀驴。至于为什么那么大的舆论，肯定是有人背后针对我们，是谁我还不清楚啊。家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飞机上没吃啊？睡着了。哎呀，给你泡泡面啊。我听唐总的意思，整形科要跟皮肤科不合并，还解决不了整形变毁容这件事情。好像不这么干，咱们格木就得完蛋。但我琢磨着，这道理也说不通啊。哎呀，反正这个唐军呢，就是听李启的，说什么轻医美，本钱低来钱快。现在咱们什么项目啊，都还要过李启那一关呢。你说到他们2个，哎呀，那个可肉麻的，那个药啊，我看李启恨不得塞老汤嘴里，看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有一说一，唐总呢脾气是差点，但人还是不坏的。当初没人看好我们的时候，还只有他坚定地投了格木。得了吧，那个老唐只看眼前的利益，他从来看不到3步以外的事。他就是命好，家底厚，以他的智商啊，早就破产800回了。啊，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找季雪峰啊？不知道，去了再看吧。杜远离开3院的事情，之前闹得沸沸扬扬，你这会儿上赶着去找他，又没点关系，我是担心啊，你门都找不到。不然怎么办呢？里外外都僵到这儿了。哎呀，不知道，想起来就头疼。好了，不要烦啊。用我爸的话说就是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
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你知道吗？这次回去太夸张了，那一桌子除了我，全都是2大2小起步。表弟你记得吧？他们家都生第3个了，怎么那么能生啊？不过那几个小家伙嘴倒挺甜的，一口一个表叔的给我叫着，还给我背出师表呢。别嫌我烦啊！体检结果出来了，甲状腺激素还是有点高，所以你还得注意要调整，啊，要不然咱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不要白费了。我还不够努力啊！啊，烟都给戒了，该配合我都配合了，别给我压力了啊！不要有压力，所有这些烦心事儿，特别是工作上面的事情，交给我，行不行？要烦我一个，啊，冲我来。水开了，你去泡泡面吧。我去泡面。哎。莲花。谁呀？神经病！哎，又帅了，季主任，把你资料你看了没？换，我的方案你肯定是同意的吧？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叫我去会诊呀。你那个只是理论上可行，出血问题还有术后并发症，你都考虑过吗？哎，超声鼓刀边切边凝血，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以下是可以做全切。你到底看了没？你问你话呢？您半夜3点给我打电话，到现在几点？7点。你早会还有半小时呢，走，你跟我见老太太。哎。这个手术你主刀，你先说说。啊，乔阳分享的这个是《柳叶刀》最近的一篇论文，他们同时也发布了很详细的视频资料，我看了，确实很有启发性。不过呢，这个边切边凝需要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，我们才做过几台。你刚才说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，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。方婷这个手术本身风险就极高，所以我不建议采用这么冒险的术式。你叫我去会诊的时候好像不这么说的啊。我是让你旁听一下，我没说同意你的方案。厉主任，方婷想做全切，确实跟我说过很多次了。人大会小会我老跟我们强调，患者的想法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尊重。患者的想法，我们当然要尊重，但那必须是他真实的想法。小乔，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，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。不是您都把我给说糊涂了，这全切就是病人最真实的想法呀。方婷亲口跟我说的，20%局部切除的方案，他是绝对不会接受。你看看这个。手术方案定下来了啊！哎，主刀是他们这儿主任，那技术肯定没问题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那个红包啊，你看能不能再借我一点？哎呀，你不要急嘛。哎，我现在有点事情啊，我也不跟你说了。你为什么签手术同意书啊？
我已经想到新的方案了，我还在争取权切。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呢？你明明知道这一次不做，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。是你跟我说，你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。我说好，那咱俩一起努力，一起去争取。我这还咬牙硬挺着，你不拿着个梯子就跑了呀？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相信我，好吗？全国的医院我都跑遍了，除了你，没人保证能跟我签签。我这么大瘤子，人家看着都害怕，只有你，高兴坏了。还跟我说什么毒医吧，就是你的小白鼠。手术成功，你出名；搞砸了，死的是我。当心要沉入黑夜，渐痛的重放，用力却抵达荒野的迷惘。但我不做屏风上的鸟，做沙漠，做洪水，做飘飞的烛火。这希冀山洞羽翼，风中呼喊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。